攻，桀骜。这是火箭拼了老命也要完成的147。好球！这个球，这个一杆细腻到无以复加的配球，直接让解说的嘴巴跟不上溜。而紧接着这一杆4库大绕台，母球以完美落点精准拿下黑球，更是彻底让现场女粉丝全都炸了。因为这是2011年保罗亨特精英赛，为了以最高敬意缅怀离世的好友，火箭拿着生涯最低的奖金，打了这次堪称最难的147。都知道火箭是出名的加钱居士，但没有奖金也这么不留后手，对手拎着毛巾直接看懵了。而接下来开局就不顺利的操作，或许也只有火老师会继续硬刚到底。这听觉效果拉满的炸球，感觉就像使了牛大的劲，结果放了一个蚂蚁的屁。火箭死死地盯着左下唯一的红球，那副志在必得的神情，仿佛就是在让球迷放心，因为经典往往出自于逆境，而逆境就交给他去征服。利用球堆借停的同时，顺便再次带一下球堆。理论上来说，可以单下的红球已经接近超分，但火箭和其他球员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当别人还在精心计算如何拿下比赛，他脑子里永远想的是如何清台。也正是这种追求打好每一局的信念，不仅让他获得球迷的喜爱，也让赢下比赛都变成了只是顺便之事。24 25 32 33 哇，拉杆继续来小黑球，那你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啊？你说147啊？对，有道理。而且这局球是逼着他要打147，除非你用5分球来过这跑球。48 49 再次顶了一下中间这颗，左侧的3颗红球也就救活了2颗，而粉球右侧这4颗依然还充满着变数。56 57 看一下力量，下方这颗球刚刚好啊，刚刚好能过，而且可以把红球堆全部顶开。好球，一次性荡平红球堆的障碍。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黑球留了一个大角度，需要一个漂亮的纠错强行调整。漂亮！哎呦，好球！这就是火箭，关键时刻准度和控球都没有完美。而他最恐怖的地方，就是那颗无人可及的大心脏，顺境巫师逆境鬼，乱局之下斩妖魔。73 来呀，147分啊，朋友们啊，大家醒醒吧！转眼间11套红黑已经下肚，现在台面唯一的2个难点就是上半台的红球，还有粉球左侧这颗。以火箭的控球能力，区一个中台的教位自然是难不住他。但是粉球左侧这颗就还有变数，因为 K 球的不可控性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但是关键就是你要看，在打这颗球你顶带的时候，它这个母球的落位，你要接7分球怎么接过来？你要稍稍有留一些像这样的有角度，对。哎呀，看一下这杆，这个左侧的底带可是推不过来的呀，只能打高弯曲的这颗了。啊，漂亮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非常的漂亮，有戏啊！这一颗有戏，这一杆难度相当高。对，把最难打的这颗已经解决。没错，没错。啊，角度稍稍大了一些，是顶一下。好球！哎，但是这个球，这个球，跑球台了，对，要绕球台了，看一下这杆，要跑球台了。好的，看位置。114
真的是天神下凡，连续的难题在他面前全部迎刃而解。如果147是斯诺克的极限，谁能知道火箭的极限究竟在哪？如果加钱是火箭升空的动力，那这一局为了友情的表现又该如何解释？火箭正在疯狂玩火，因为下一秒他要准备拼命。这个局面打进红球就实属不易，而且母球转角两库还要同时带活黑球，精神的一杆也只能算作本局苦难的开始，因为接下来他必须全程为黑上分，并且完成清台才能刚刚延分，最后还要跟老张争黑才有可能逆转，就是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火箭再一次刷新了斯诺克的上限的针线，也就只有火箭能把想法完美变现。但是紧接着还有第3个难题，母球不仅需要在加长架杆的条件下，而且必须是发力的低杆阻塞，才能强行绕台来叫黑球。加长杆、加长架杆，看看会不会从咖啡球、黄球之间穿过来啊？还是下更低的杆啊？加了左塞，要表情。他居然还有更极致的自我要求，因为现在黑球叫的稍微有点直，所以接下来继续绕台叫黄又是一个杆法大考验。需要高杆右塞的发力啊！但愿中途不要被粉球，估计都要哭了。本以为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，没想到却直接召唤出火箭天神下凡。那2位站在斯诺克最顶峰的人，也都必须来上一口冰凉的山泉水，才能平静一下燥热的心情。真黑大战经典的2边分，虽然不会露出明显的进攻机会，但是老张头这杆没让母球高于黑球，所以这个翻带防的机会，火箭是肯定不会白白浪费。换给希尼斯有没有可能尝试翻带？